大家好，我是晴子，很高兴又见面啦，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先问大家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你们想象中的美国中产阶级是不是有房有车有稳定工作，周末全家去好事多扫货，每年带孩子去一次迪士尼，手里有存款，日子过得舒舒服服？我敢说，绝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包括很多美国人自己都把这当成了美国梦的标配。可早在多年前，曼彻斯特大学一位社会学教授就说了一句让所有人不寒而栗的话：中产阶级其实是一个谎言。你们以为自己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是国家的支柱，错了。所谓的中产阶级不过是一群比较昂贵的无产阶级，他们根本不拥有生产工具，手里唯一的资本就是自己的劳动力，就是被老板利用的价值。说白了，你能赚钱，能为资方创造利润，你就是中产阶级。一旦你生病了、老了，或者机器取代了你的工作，资方一旦切断你的工资支票，你瞬间就会被打回原形，从光鲜的中产跌回贫穷的泥潭，甚至流落街头。今天咱们不聊那些看起来游手好闲、不愿意工作的流浪汉，咱们就聊一个更残酷的现实。为什么在今天的美国，一个勤奋工作、受过高等教育、年薪几十万的精英，距离睡大街中间只隔着一张医疗账单？为什么美国政府砸了上千亿美金，流浪汉却越来越多？这背后的水比你们想象的还要深。家人们，你们先别觉得我夸张，咱们用数据说话，每一个数据都真实到让人窒息。先问你们一个小问题：如果现在你急需400美元，大概相当于12000元台币，用来修车或者看急诊，你能马上拿出现金吗？我估计很多人都会说，400美元而已，这算什么大钱，随便凑凑就有了。可在美国联准会的一项长期调查里，这400美元却是一道生死线，一道区分表面中产和隐形贫穷的分水岭。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40%的美国人根本拿不出这400美元。一旦遇到急事，他们只能借钱，变卖家里的东西，甚至干脆放弃治疗，硬扛着。你们没听错，将近一半的美国家庭表面上光鲜亮丽，开着不错的私家车，住着郊区的独栋房子，朋友圈里全是度假聚餐的照片，可他们的现金流脆弱的像一张薄纸，一吹就破。这就是社会学上所说的流动性贫穷。在硅谷，这群人还有一个专门的缩写，叫高薪贫族。说白了，就是一群高收入但没存下钱，也没真正变富的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在星球健身连锁健身房的停车场里看到那么多睡在车里的软件工程师和德勤经理。他们可能前一天还在写字楼里敲代码、开会议，拿着几十万年薪，可一旦被裁员，3个月找不到工作，就缴不起房贷，信用破产，车子和房子被银行收走，一夜之间就从精英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这真的太有讽刺感了，对吧？我们印象中的流浪汉都是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人，可在今天的美国，流浪汉可能刚穿着西装从商办大楼里下班，可能前几天还在和你讨论投资，聊孩子的学费。他们不是不努力，也不是好吃懒做，仅仅是一次裁员、一次离婚，甚至一次小小的意外，就足以让他们跌入深渊。讲到这里，肯定有人会反驳我，那是他们自己不努力念书吧？只要考上好大学，就能改变命运，就能稳住中产的位置啊。行，那咱们就接着聊，在美国，教育这条翻身之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到底是改变命运的阶梯，还是锁定阶级的枷锁？在美国，大学学费贵到离谱，说是天价一点都不夸张。年轻人还没开始赚钱，就先背上了一座沉重的债务大山。我给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你们肯定认识这个人。他法学院毕业，后来当了律师，工作非常体面，甚至成为了美国的总统。可他和他的妻子直到43岁那年，才终于还清了所有的学生贷款。而就在他们还清贷款的那一刻，又要开始为2个女儿存大学学费了。这个人就是巴拉克·奥巴马，美国前总统。连美国总统都要被学生贷款追着还债，还到40多岁。你们想想，普通的美国年轻人又能好到哪里去？现在美国的医学博士毕业时，平均负债高达20万美金，
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普通上班族不吃不喝10几年才能还清。更绝望的是一个法律细节，很多人都不知道，在美国，即便你走投无路，申请个人破产，法院可以免除你的房贷、信用卡债务，可唯独学生贷款几乎无法通过破产法抹掉。这笔债就像一个幽灵，会跟着你一辈子，直到你还清，或者直到你离世。这就导致了一个极其荒谬的现象：普通人为了不流浪，为了摆脱贫穷，拼命努力考上大学，可为了读大学，却背上了终生无法摆脱的巨额债务。因为背了债，他们不敢失业，不敢生病，不敢辞职，只能忍气吞声，接受雇主更严苛的剥削，每天像陀螺一样拼命工作，只为了按时还债。可一旦运气不好，毕业刚好遇到经济危机，找不到高薪工作，这笔债务就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接把人压进贫民窟。这哪里是教育改变命运，这分明是债务锁定阶级。在美国，贫穷从来都不是因为没学历，而是因为翻身的门票太贵了，贵到需要你透支未来30年的生命去买单，贵到你拼尽全力也爬不出这张无形的网。如果说中产阶级的脆弱让人心寒，那底层劳工的困境就更让人绝望。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过上好日子。可在美国，这个道理根本行不通。大约20多年前，有一位非常伟大的美国专栏作家，名叫芭芭拉。他为了验证努力是否真的能摆脱贫穷，做了一个非常硬核的实验。在1998年到2000年之间，他隐瞒了自己的博士学历，断掉了所有存款，假装成一个没有技能、没有学历的基层妇女，去美国3个不同的城市实地打工谋生。他做过餐厅服务生、旅馆清洁工，还有沃尔玛的理货员。每天起早贪黑，工作极其努力，甚至一天打2份工，每周工作7天，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可结果呢？结果是他几乎精神崩溃，连最基本的温饱都难以维持。大家知道吗？在美国，如果你从事的是有小费的职业，法律允许雇主支付的底薪低得吓人。在芭芭拉做实验的那个年代，小费职业的底薪每小时只有2.13美元，换算成人民币也就10几块钱，连一瓶水都买不起。他发现，即便加上小费，他每个月的收入也根本付不起市区的房租。为了省钱，他只能住到偏远的拖车房，或者那种环境极差、按日计费的汽车旅馆。那种旅馆又脏又乱，到处都是蟑螂和老鼠，一晚上的房租比普通公寓的月租单价还要贵。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最残酷、最荒谬的逻辑：越是贫穷的人，生活成本反而越高。大家仔细想想，如果你手头有积蓄，可以一次付清半年的房租，甚至直接买房，这样平均每个月的成本是最低的。如果你有一点钱，可以按月付房租，这算是正常水平。可如果像芭芭拉的同事那样，连下个月的房租都凑不齐，就只能去住周租、日租的旅馆，看似每天花的钱不多，可累积起来比按月付房租贵好几倍。除此之外，他们买不起大包装的日用品，只能买单价最贵的零散包装。他们没有厨房，没时间下厨，只能吃那些廉价但高热量的快餐。久而久之，身体越来越差，看病又要花钱，陷入更深的贫穷。这就是一个死循环。底层劳工的体力被过度剥削，赚来的一点点钱又被高额的生存琐碎支出榨干。他们每天都在为活下去而奔波，根本没有余力去思考如何翻身，如何改变命运。芭芭拉后来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名著，叫《我在底层的生活》。虽然这是20多年前的记录，但直到今天，美国的这个体系依然没有任何改变，甚至变得更糟。直到现在，美国联邦法律规定的小费职业底薪标准依然停留在2.13美元，整整35年没有加过1分钱。这20多年来，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底层劳工的购买力缩水了将近30%，名义上的工资看起来涨了一点，
但实际上他们的生存环境比20多年前还要艰难。根据联准会与圣路易斯联储的研究数据，从2000年到现在，美国人的中位数收入扣除通胀后，实际增长只有不到 15%， 可同期的中位数房价却飙升了超过 200%。更可怕的是，在很多核心城市，租金的涨幅是收入涨幅的4倍之多。这就揭露了一个让美国社会感到羞愧的真相：贫穷真的不全是因为懒惰。在美国，有数百万人，他们拼尽全力工作，出卖自己的健康和尊严，每天累得精疲力尽，可他们的收入依然不足以让他们拥有一个能洗热水澡、有一张床睡的家。讲到这里，咱们必须把视角拉得更高一点，问一个最核心的问题：为什么美国政府还有那些大企业主对这些流浪汉、对这些底层劳工的死活看起来那么漠不关心？是因为美国没钱吗？当然不是。美国依然是全球 GDP 第1的国家，每年的军费开支都能达到几千亿美金，怎么可能没钱解决流浪汉问题？是因为他们没能力吗？更不是。一个能把探测器送到太阳系边缘，能造出顶尖芯片的国家，怎么可能解决不了街头的帐篷问题？答案很残酷，但很真实。因为在全球化的布局里，美国的资方已经不需要美国的无产阶级了。大家不妨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苹果、耐克的老板，你的生产线可以放在劳动力廉价的越南、柬埔寨，你的客服可以外包给印度，你的市场可以面向中国、欧洲。在这个全球大棋局里，你只需要美国提供2种人。第一种是极少数顶级的设计师、金融精英，帮你在全球收割利润。第二种是底层的服务人员，在你回到美国生活的时候，帮你端咖啡、送快递、修草坪。而那些原本在工厂里拧螺丝、原本是社会中坚力量的蓝领工人，还有那些普通的中产白领，对不起，他们太贵了，要求医疗保险，要求退休金，要求合理的工资，这会压缩资方的利润，所以资方选择了直接抛弃他们。大家知道吗？在美国，私营企业的工会参与率已经从1950年代的 35% 萎缩到了现在的 6% 左右。这意味着劳工彻底失去了谈判桌上的议价权，只能任由资方压榨，一旦被抛弃，就只能自生自灭。底特律的破败，铁锈带的萧条，就是这场抛弃的直接代价。那些失去工作的工人，积蓄被坐吃山空，房子被银行收走，最后只能带着帐篷流浪到洛杉矶、旧金山的街头。所以，当你看到美国街头那些流浪汉的时候，你看到的不是一群失败者，不是一群好吃懒做的人，而是全球化资本主义这台巨大的机器在运转过程中排出的废气和残渣。可大家要知道，这还只是故事的一半。如果仅仅是没钱，也许他们还能苟延残喘，但美国的系统还为这些穷人准备了另一份致命大礼，那就是昂贵到让人荒谬的医疗体系。家人们，咱们不妨对比一下，如果你在台湾、香港或者其他一些地方生了一场病，你首先会担心什么？你可能会担心手术痛不痛，担心主治医生厉不厉害，担心恢复的好不好，但你绝对不会担心病还没治好，全家就得住到公园去，就会流落街头。可在美国，这真的不是冷笑话，这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真实事件。哈佛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的研究结果非常吓人，美国每年有超过60%的个人破产，罪魁祸首都是医疗账单。请注意，是破产，不是简单的负债。这意味着病人还没从病床上爬起来，还没恢复健康，辛苦一辈子攒下的所有资产就会被全部清算，房子被拍卖，车子被收走，信用分数直接跌进地狱，一夜之间从一个体面的中产变成一无所有的穷人。即便到了今天，这个残酷的公式依然无解，一次意外加一张急诊账单等于一个新的流浪汉。很多美国人开玩笑说，看到救护车过来，第一反应不是求救，而是大喊别拉我，我还能走。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被拉上救护车，
等待他们的可能就是一笔天文数字般的账单，可能就是家破人亡。这时候肯定有人会问，美国不是有奥巴马医改吗？不是说要解决普通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吗？这就是最离谱的地方。奥巴马医改看似是在完善医疗体系，实则只是给这个吃人的体系披上了一层温情的外衣，根本没有解决核心问题。整个美国医疗系统更像是一个设计精密的贫困陷阱。在这里，医院和保险公司比起救人，更在意的是怎么榨干病患身上的最后一滴血。医院变成了收费站，每一项检查、每一瓶药水都标着天价。保险公司变成了精算师，他们每天都在研究怎么用合同里的小字合法的拒绝帮客户付钱，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利润最大化。大家常听人说因病致贫，但在美国更准确的说法是因病流浪。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比任何数据都更扎心。在加州有一位单亲妈妈，她有一份稳定的办公室工作，有房有车，每天准时接送孩子上下学，周末带孩子去公园玩。在任何人眼里，这都是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安稳幸福。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她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当场昏迷，被送进了加护病房，一躺就是2个星期。可她人还没醒，一张天文数字般的医疗账单就先寄到了家里。他每年都乖乖缴纳高额的医疗保险，从来没有断过。他以为有保险在，就不用怕看病花钱。可结果呢？保险公司翻开那本厚厚的、全是密密麻麻小字的合约，找出各种借口，最后告诉他，不好意思，你这次的治疗这部分不赔，那部分也不赔。很多人不知道，在美国有一种东西叫意外账单，就是在你昏迷无法自主选择医生的时候，抢救你的医生可能不在你保险的特约名单里，就因为这一个疏忽，就能让你背上几十万美金的债务。就是这张账单在短短几个月内掏空了他10年的积蓄。为了还债，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的房子，卖掉自己的车，带着孩子搬进了那种按周计费的廉价汽车旅馆。可在美国，没钱只是噩梦的序章，真正的绝望是个人的信用破产。大家一定要明白，在美式社会，信用分数就是普通人的生存通行证。一旦你的信用因为医疗欠款而崩盘，你就会被彻底踢出主流社会。想要租个正常的公寓，房东看一眼你的信用记录，直接拒绝。想要办个手机门号，申请水电，对不起，要看信用，你没资格。甚至只是想去超市应征一个最基层的收银员，人家一查你的信用记录有污点，连面试的机会都不会给你。到最后，他连廉价旅馆都住不起了。一个曾经自食其力、体面工作的专业人士，就这样带着自己的孩子住进了那台还没被银行拖走的二手车里，白天送孩子上学，晚上就在车里睡觉，从一个中产妈妈变成了流浪汉。说到底，这就是美国中产阶级最真实也最脆弱的一面。他们就像走在钢索上的人，看似平稳，可只要脚下一滑，下面根本没有任何安全网，只有硬邦邦的水泥地，等着把他们摔得粉身碎骨。在其他国家，医疗是基本人权，可在美国，医疗是一门生意，一门吃人的生意。这门生意每天都在把无数普通人推向流浪的深渊。好，就算你运气好，身体健康，没生病，能扛过债务压力，可你总得有地方住吧。这就是美国穷人面临的第2个死结，负担得起的住房正在凭空消失。荧幕前的你可能会觉得奇怪，美国地大物博，国土面积那么大，人口又不算特别多，怎么会缺房子呢？其实这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布局，一个专门收割普通人的陷阱——住房金融化。过去这几年，像黑石集团这样的华尔街巨头，拿着几千亿美金的资金，像扫货一样，在全美各地收购独栋住宅。大家要注意，这些财团买房子不是为了自己住，
也不是为了转手卖给普通家庭，让普通人有房可住，而是为了出租，为了赚租金，为了把房子变成自己的摇钱树。当一个普通家庭还在苦苦等待银行审核贷款，还在为首付发愁的时候，这些大财团早就用全现金把整个社区的房子都抢光了。一旦整个社区的房子都被这些机构垄断，房租是谁说了算？当然是背后的股东说了算。他们想涨多少就涨多少，根本不管普通人能不能承受。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荒谬的现象，房租每年以 10%、20% 的速度往上飙，可底层劳工的薪水却还死死停在几年前的水准，1分钱不涨。原本房子是让劳工安身立命的避风港，是一个家的象征，可现在房子变成了华尔街投资组合里的一串代码，变成了财团收割利润的工具。对于这些大型机构来说，房客付不出房租，被驱逐出门，这叫做资产优化，是为了让自己的资产更有价值。可对于那个被踢出家门的父亲，那个带着孩子的母亲来说，这叫做彻底的毁灭，叫做无家可归。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美国街头出现了那么多有工作的流浪汉。他们白天穿着制服在超市上班，跑外送，做保洁，辛辛苦苦工作一天，可晚上却无处可去，只能带着家人缩在车里，或者搭个帐篷在街头过夜。这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不是因为他们好吃懒做，而是因为他们那点微薄的薪水，那点可怜的加薪，永远跑不赢华尔街收割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房租上涨的速度。所以只要家里有一个人生重病，只要有一个人失业，全家人就会被房东扫地出门，就会沦为流浪汉。这根本不是什么夸张的小说情节，这是当今美国中产阶级跌入泥潭的标准路径。有数据显示，背负医疗债务的人失去房子的几率是普通人的 1.4 倍。这种系统性的掠夺正在一点一滴地掏空美国的社会基石，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推向流浪的深渊。讲完了经济层面的剥削，咱们再来看社会结构的崩塌。在流浪汉这个群体中，有2类人最让人心痛，一类是刚成年的孩子，另一类是曾经的国家英雄。先说说这些孩子，美国有一个庞大的给养系统，听起来这个系统是为了保护那些没有父母照顾的孩子。当一个孩子因为父母吸毒、入狱或者其他原因无法被照顾时，政府会把他们收容起来，安排到不同的寄养家庭，看似温暖，看似有保障，可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残酷的截止日。一旦这个孩子满了18岁，政府发给寄养家庭的支票就会在那一天准时停止，没有任何缓冲，没有任何帮助。也就是说，对这些孩子而言，18岁的生日不仅是成年礼，更是他们的驱逐日。在全美各地，每年有超过2万名孩子像这样从寄养系统中毕业。很多人在自己18岁生日的当天，提着一个装满全部家当的塑料袋，就被硬生生请出了寄养家庭的大门。他们没有存款，没有原生家庭的后盾，甚至连怎么租房子、怎么找工作、怎么养活自己都不知道。这就像是把一只家养的宠物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直接丢进了野生丛林，等待他们的要么是被淘汰，要么是艰难求生。有一组冰冷的数据，每5个从寄养系统离开的孩子，就有1个在踏出大门的那一刻直接沦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年轻流浪者的比例一直居高不下。这从来都不是个人的失败，不是孩子不够努力，而是制度性的遗弃，是这个系统亲手把这些孩子推向了流浪的深渊。而另一类人更是让人揪心，他们就是曾经的退伍军人。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讽刺，最残酷的笑话。这些人曾经穿着军装，在伊拉克，在阿富汗，为了美国的利益冲锋陷阵，浴血奋战。
他们不怕牺牲，不怕受伤，把自己的青春和健康都献给了这个国家。他们被称为保家卫国的英雄。可当他们带着战争的创伤，带着 PTSD 回到自己的家乡时，却发现自己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陌生人，成了被抛弃的人。他们无法适应朝九晚五的工作，脑子里全都是战场上的硝烟与枪声，晚上睡不着觉，经常做噩梦，情绪失控，甚至会伤害自己。而那个号称要照顾退伍军人的退伍军人事务部，效率却低得让人绝望。想看个心理医生，预约排队往往要等上几个月，甚至半年。很多老兵就在这漫长的等待中彻底崩溃了。他们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家人的理解，只能躲进暗巷，用酒精甚至廉价的芬太尼来麻痹自己，来逃避那些挥之不去的战场噩梦。这就是这个系统最残酷的地方。当国家需要他们去拼命的时候，他们是高高在上的英雄，是国家的骄傲。可当他们伤痕累累，失去利用价值的时候，他们就成了街道上影响市容的丧尸，成了被人嫌弃的流浪汉。当初国家承诺给他们的荣誉、医疗保障、生活补助，在那张冷冰冰的排队号码单面前，在那些推诿扯皮的官员面前，显得无比廉价，无比可笑。而这些老兵的悲剧，其实只是美国药物危机的一个缩影，是美国底层社会绝望的一个写照。讲到这里，我估计很多人都会在心里嘀咕，桃子，你就别帮他们辩解了，那些流浪汉不都是因为吸毒、好吃懒做才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吗？没错，我不否认，美国街头的药物滥用确实非常严重，很多流浪汉都沉迷于毒品，神志不清，浑身脏兮兮的。但咱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一个残酷的因果关系，到底是因为吸毒才变得流浪，还是因为流浪之后才开始吸毒？你们猜猜看，在美国街头买一份暂时的解脱需要多少钱？答案是50美分，也就是差不多15元台币，比一瓶可乐还要便宜。这种毒品就是芬太尼，它的药效是吗啡的100倍，一旦染上很难戒掉。很多人染上它，起初根本不是为了寻欢作乐，不是为了放纵自己，而是为了活下去，为了缓解痛苦。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流浪汉，患有严重的工伤或者慢性关节炎，那种钻心的剧痛，每天24小时都在折磨着你的神经，让你无法入睡，无法正常生活。你没有医疗保险，付不起高昂的专科诊费，更买不起合法的处方药。你求助无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时候，如果有人递给你一颗50美分的芬太尼，告诉你吃了这个你就不痛了，今晚你就能睡个安稳觉，你能拒绝吗？在那个肉体被痛苦撕裂，精神被绝望吞噬的当下，很少有人能轻易拒绝这种廉价的救赎。对于这群人来说，毒品早就不是享乐的工具，而是生存的麻醉剂。流浪的生活伴随着高频的暴力、失眠、饥饿和无尽的羞辱，每天都在煎熬。如果没有这种强力麻醉，很多人根本无法忍受多活一天。这其实就是一种为了逃避现实地狱而选择的慢速自杀。而那些像普渡制药这样的大药厂，在过去几十年里，为了追求利润，疯狂推销鸦片类止痛药，亲手制造了成千上万的瘾君子，然后双手一摊，把所有的烂摊子都丢给了社会，丢给了那些最底层的穷人。你们看，这形成了一个多么完美的收割闭环。高房价把人榨干，医疗账单把人击倒。当一个人被踢出系统，家庭破裂，无处可去的时候，廉价的毒品就会精准的过来接手，彻底摧毁他的意志，让他永远爬不起来，永远沦为这个系统的牺牲品。可这还不是这场悲剧中最黑暗、最可怕的部分。如果这一切仅仅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无情，仅仅是因为资方的贪婪，那或许
还有改变的可能。但如果我告诉你，流浪汉的存在其实养活了一大群人，如果你告诉我，只要这些帐篷还搭在美国的街头，每年就会有源源不绝的几百亿美金从国库流出来，进到某些利益集团的口袋里，你会相信吗？这就是让美国社会极具争议的一个现象，有人称之为流浪汉工业复合体。这听起来很像一个阴谋论，对吧？但实际上它更像是一种体制性的僵化，一种利益的绑定。为什么美国政府砸了几千亿美金，流浪汉却越来越多？答案很简单，因为在这个系统里，解决问题是赚不到钱的，只有维持问题，只有让流浪汉一直存在，才是一门长久的生意，一门一本万利的生意。根据加州政府那份震惊全美的审计报告，过去几年，加州投入了惊人的240亿美元，专门用来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可结果呢？流浪汉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不降反升，甚至创下了历史新高。当审计员去查这笔钱的去向，去评估救助成效的时候，得到的答案竟然是无法追踪成效，数据缺失。更离谱的是，有调查发现，相关机构在2021年之后就直接停止了成效追踪，让这240亿美金陷入了一个数据沙漠，没人知道这笔钱到底花在了哪里，到底帮到了多少流浪汉。有人说这是政府的无能，是官员的不作为，但我觉得这不仅仅是无能，更像是一种利益锁定的闭环。大家不妨想一想，如果流浪汉问题真的被彻底解决了，如果街头再也没有帐篷，再也没有流浪汉，那么那些靠着政府拨款生存的非盈利机构、承包商、顾问公司，那些拿着高薪的官员和工作人员，他们要去哪里领薪水？他们的利益要怎么保障？这就像军工复合体需要战争来维持订单，来赚取利润一样，流浪汉工业复合体也需要流浪汉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来赚取政府的拨款。当处理贫困的产业大到一定程度，它就需要持续存在的贫困来维持自己的运作。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问题本身变成了利益的来源，所以没有人真的想解决问题。咱们来具体看看这个流浪汉工业复合体到底有多夸张。在洛杉矶，如果你是政府，想盖一栋给流浪汉住的社会住宅，你知道一间单间小套房的成本是多少吗？普通的民用公寓一间单间可能只要30万美元，可如果是政府拨款专门给流浪汉住的房子，一间单间的成本竟然高达60万到80万美元，部分建案甚至突破了100万大关。这是什么概念？在洛杉矶盖一间流浪汉住的小套房，花的钱甚至足够在隔壁的德州买下2栋带花园的豪宅，换算成人民币就是2000多万。盖一间不到10平米的小套房，难道里面铺了金砖吗？当然没有。那这多出来的钱都去哪里了？全都掉进了没完没了的环境评估、层层转包的利润、高昂的顾问咨询费，还有各种繁琐的合规审查里，甚至还包括那些巧立名目的社区咨询费、管理费。每一个环节都在分一杯羹，每一个环节都在吸血，都在从这笔救助预算里捞取自己的利益。更有趣的是，许多大型非盈利机构的执行长年薪高达20到50万美元，比很多普通美国人一辈子的收入都高。而在他们的 KPI 里，首要任务往往不是消灭流浪汉，不是帮助流浪汉摆脱贫困，而是管理流浪汉。只要维持现状，只要让大众看到流浪汉问题还在，只要让政府觉得这笔钱还有必要花下去，那么明年的预算就会继续拨下来，他们的高薪就会继续保住。这就是为什么钱像自来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出去，可街头的帐篷却像野草一样越长越多。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流浪汉
越救越多，因为有人根本不想让他们被救。讲到这里，咱们把前面看到的这些碎片全部串联起来，你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相，一个美国最不愿面对的真相。我们看到，原本被认为稳固光鲜的中产阶级，在薪资停滞、学贷压力、房贷压力的多重挤压下，变得摇摇欲坠，像易碎的玻璃，一撞就碎。我们看到，底层劳工陷入了越穷，生活成本越高的恶性循环。他们拼尽全力工作，却依然无法摆脱贫困，无法拥有一个安稳的家。我们看到，医疗债务和住房金融化，就像两把精准的手术刀，把那些原本脆弱的人直接切出家门，赶上街头，沦为流浪汉。我们更看到，一旦有人掉下去，就有一个庞大的流浪汉工业复合体在等着吃肉，等着收割他们的苦难，还有一套严苛的法律在等着判他们的罪，把他们彻底锁死在贫困的深渊里。这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问题，不再是一个努力就能解决的个人问题，这是美式资本主义的一种内生缺陷，是这个制度本身就存在的漏洞。当一个国家把居住权变成了金融商品，把医疗变成了暴利生意，把弱势群体变成了被管理、被收割的利润中心，那么流浪汉问题就永远无解。因为在这个系统里，贫穷不是意外，不是偶然，它更像是一种被精确制造出来的产品，一种用来维持系统运转、用来收割普通人的工具。在这个信息过载的时代，看清事实真相往往比获取信息更难。与其随波逐流去焦虑，不如静下心来读懂局势背后的底层逻辑。这里是晴子见闻，和你一起看懂世界，咱们下期再见。